原本温顺低调，对司马懿言听计从的曹爽是如何变成专横跋扈之权臣的？他使用了哪些计谋，迫使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不敢继续理政，躲在家里装病，才躲过了一劫？最后，司马懿又是如何扳倒曹爽，独掌大权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爽征伐蜀汉及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。曹睿病逝之后，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，朝中事务都由曹爽和司马懿决断。起初，曹爽凡事都与司马懿商议，不敢独断专行。可是，随着亲信们的蛊惑，曹爽便有了野心。曹睿在位时非常厌恶浮华之人，于是丁密和何晏、邓阳和李胜等人便被弃用。可曹爽掌权后，却将这些人重新启用，并引为自己的心腹。丁密便给曹爽献计，让他打压司马懿。首先，他让曹爽给皇帝上表，尊奉司马懿为太傅。司马懿本来的职位是太尉，掌管天下的兵权。太傅的职位虽然比太尉高，但只是个虚职，没有实权。因此，他用明升暗降的方式，使司马懿失去了兵权。接着，他让曹爽提拔司马懿的亲信蒋济为太尉，从而免去了蒋济掌管禁军的官职，改任曹爽的弟弟曹熙为中领军，掌管禁军5营。弟弟曹训则被任命为武卫将军，统领禁军的武卫营。弟弟曹晏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掌管皇帝的侍从。表弟夏侯玄则被任命为中护军，负责总领诸将，并且负责选拔和举用武官。然后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丁密以及何晏和邓阳为尚书，统管一切政务，任命李胜为河南尹，毕轨为司隶校尉，控制京城内外。至此，曹爽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堂。丁密和何晏等亲信由于受到曹爽的信任，权力极大，凡是迎合他们的大臣便可升官进职，敢于违抗他们的人则被罢黜斥退，朝廷上下乌烟瘴气。为了能让曹爽在朝中获得更高的威望，邓阳和李胜等人便劝说曹爽征伐蜀汉。244年，曹爽亲自前往长安，征调了10万大军，不顾司马懿的反对，准备出兵汉中。他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，率领6、7万人率先出发，准备从淌洛道进入汉中。淌洛道也被称为洛谷道，是秦岭5道中距离最短，也是最为艰险的一条道路。此时，汉中的守军不足3万，得知曹魏10万大军来袭，诸将大为惊慌，建议镇北将军王平放弃关隘，固守汉城和越城，等涪城的援军到达后再抢回阳平关。可王平没有采纳诸将的建议，他让护军刘敏等人据守兴士围，他自己则率军殿后，防止魏军从其他方向攻打蜀汉的侧翼。魏军到达后，果然被刘敏等人阻击在兴士围，无法前进。不久之后，费祎便率领援军赶到了汉中。这时，由于道路险阻，军粮运输困难，魏军的粮草供应出现了危机。而且，费祎率领援军赶到后，迅速占据有利地形，至此，魏军已经毫无胜算的可能了。夏侯玄和杨伟等人建议曹爽撤兵，可邓阳却极力主张继续进军。于是，杨伟和邓阳便在曹爽面前争执不休，让曹爽非常的不爽。最后，曹爽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。然而，他们撤军的退路早就被费祎给截断了。曹魏大军经过昼夜苦战，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之后，才终于得以逃脱。至此，曹爽意图打击蜀汉、树立自己威望的目的终于落空了。然而，即使这样，也并不影响他在朝中的地位，而且是愈发的膨胀。247年，曹爽采纳何晏等人的计谋，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，彻底开始独揽大权。何晏则根据自己的喜好，胡乱更改法规制度，蒋济上书劝谏，但曹爽不听。司马懿见此情形，担心自己遭到迫害，从5月份开始便称病回避，不再参与朝政。曹爽怀疑司马懿在装病，于是便派人前去试探。248年冬，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。临走之前，曹爽让他去向司马懿辞行，并趁机试探他是否真的病重。李胜来到司马懿的府邸，只见2名婢女服侍着，才好不容易穿好了衣服。随后给他喂粥的时候，米粥却在胸前流淌了一大片。李胜向他辞行，司马懿便说自己命在旦夕，
希望能将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托付给李胜。接着他便关心李胜说，滨州挨着胡人，你要多加小心啊。李胜解释说，他出任的是荆州刺史，不是滨州刺史，司马懿则假装耳聋，思维混乱。李胜见此情形，便给曹爽说，司马懿已经神志不清，不足为虑了。于是曹爽便更加的肆无忌惮，他的饮食以及车马服饰都类似于皇帝，珍贵玩物更是数不胜数，成天与何晏等人饮酒作乐，尽情的放纵和享乐。更为嚣张的是，他竟然将曹睿的7、8个才人私自带出后宫，纳为了自己的妻妾。他的这些举动，连他的弟弟曹熙都看不下去了，多次前来劝谏，但曹爽置若罔闻。除了在洛阳城里纵情享乐，他还经常带着曹熙等人到洛阳城外游玩。大司农桓范就劝告他说，你们兄弟几个掌管着朝政和禁军，最好不要一起离开，一旦有人关闭城门，你们就无法回到洛阳城控制全局了。曹爽却不屑一顾地反问道，谁敢这样做？说完便依然我行我素。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此时司马懿与太尉蒋济以及司马师和司马昭等人正在暗中谋划着他。249年正月，皇帝曹芳准备前往高平陵拜谒魏明帝曹睿，曹爽3兄弟及其亲信们全都随同前往。司马懿当机立断，立即给郭太后上奏，列举了曹爽等人的罪证，请求罢免。此时的郭太后已经被曹爽迁居到永宁宫，已经快2年了，必然怀恨曹爽，于是立即答应了司马懿的请求。高平陵之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首先，他让司马师以中护军的身份率兵占领城门，接着让司徒高柔行使大将军的权力，接管曹爽的军营，让大司农桓范行中领军事，接管曹熙的军队。然而桓范准备领命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却以皇帝在曹爽那边，力劝桓范投奔曹爽。于是桓范便带着大司农的印绶前往平昌门，这里的门后司藩是自己举荐的，因此他谎称得到诏命需要出城，司藩不好阻拦，桓范便顺利地来到了高平陵。司马懿得知后便对蒋济说，智囊跑到曹爽那边去了。可蒋济却说，桓范确实聪明，但是曹爽那种烈马一定会留恋马槽中的豆子，他不会听从桓范的计谋的。桓范走后，司马懿便让太仆王冠行中领军事，统领曹熙的军营。接着他以太后的旨意给皇帝曹芳写了一封奏书，派人送往高平陵。他和蒋济等人则占据洛水浮桥，准备迎接天子。然而曹爽接到弹劾自己的奏书后非常惊慌，不敢告诉皇帝，连忙将天子的车驾留在伊水之南，砍伐树木建成鹿角，并且征发了数千名屯兵，准备自首。这时桓范终于赶到了，他建议曹爽立即带着皇帝前往许都，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全国兵马反击司马懿。然而曹爽却犹豫了。桓范继续给曹爽献计说，你可以利用阙南别营以及典农校尉的军队暂作抵抗，只要到了许都，我便可以用大司马的印绶调集军粮，足可与司马懿抗衡。可曹爽依然犹豫不决。就在这时，司马懿派遣侍中徐允和尚书陈泰前来劝说曹爽投降，但都被曹爽给拒绝了。接着司马懿派来了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木前来劝说，并且让他告诉曹爽，他以洛水发誓，只要曹爽带着天子回到洛阳，他只会罢免曹爽的官职，爵位依然保留不变。蒋济也给曹爽写信说，司马懿只想剥夺你们兄弟的兵权，不但不会加以伤害，还可以保证你们的富贵。桓范则劝告曹爽不可听信司马懿，立即前往许都。然而桓范劝说了一夜，曹爽最后还是决定相信司马懿。主簿杨宗无奈地说道，你手握大权，掌控着天子，难道就这样放弃权位，跑到东市被砍头吗？但曹爽依然不肯听从。桓范捶打着自己的胸脯痛哭道，曹子丹是何等英豪，竟然生下了你们这帮子孙，简直像猪牛一样愚蠢。可恨的是，我还要被你们牵连，遭受灭族之祸呀。随后曹爽请求皇帝罢免自己，并向司马懿认罪投降。至此高平陵之变彻底结束。曹爽兄弟被免职后，以侯爵的身份回到了府邸。
司马懿则在曹府的四角建起高楼，命人日夜监视。曹爽兄弟甚为不安，作为试探，他们声称食物不足，司马懿立即派人送来了食物。曹爽兄弟十分高兴，以为司马懿不会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不久之后，与曹爽兄弟交情甚密的黄门张当，在司马懿的严刑拷问之下，供述了曹爽等人意图谋反的罪证。正月初时，曹爽及其兄弟桓范、何晏、丁密、邓阳、毕轨、李胜等人全部被杀，并且屠灭三族。从此，大权便落在了司马懿的手里。这一年，司马懿71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